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第20条6成首映，雷佳音、马丽、赵丽颖跟家乡人唠嗑。南都讯记者朱文怡由张艺谋执导的春节档现实主义喜剧电影《第20条》已于2月10日全国上映。大年初一，也就是电影上映当日，影片同时举办了《我爱我家》6成首映礼，主创雷佳音、马丽、赵丽颖、高叶、刘耀文、王肖兵分6路空降上海、沈阳、廊坊、常州、石家庄、重庆、南京，带着电影《第20条》回家过年，给家乡的观众带来新春祝福的同时，面对面交流观影感受及荧幕前后的拍摄故事，和家乡人唠唠心里话。1. 雷佳音，气管炎来源于生活。马丽、李茂娟不止喜剧人，空降上海的东北人雷佳音直言上海是新家乡，还向上海观众学习上海话拜年。被问起春晚上小品中马丽的初恋李逵与电影《第20条》中李逵的欢乐联动，雷佳音解释称，初恋李逵梗是电影剧本阶段就确定下来的。他笑道，马丽老师昨晚叮嘱我们看春晚一定要留意，说有一个新年礼物，原来竟然李逵。此外，雷佳音还现场幽默辟谣气管炎，笑称这是东北夫妻常见的家庭生态，正如影片中的韩明雷佳音氏和李茂娟马丽氏一样。他直言要将自然的生活喜感融入严肃的法治题材，尺度拿捏尤为重要。影片中的喜剧是流动起来的，导演称其为滚动喜剧，很多喜剧点都是现场即兴的，为此自己在片场天天薅头发发愁。雷佳音表示，韩明这个人物演成一个活人更重要。他学法律当检察官一路走来的20年，虽然面对现实有妥协，但内心那份正义的理想光芒一定还在。只有前期人物足够真实感，够接地气，结尾那一番慷慨激昂的发言才能真正走进观众心里。现场拍摄时，那段台词说到一半，底下的演员开始自发鼓掌，雷佳音坦言，那一刻自己就知道值了。回到老家沈阳，马丽直言今天最早的班机落到沈阳，空气都是甜的。谈及此次带回家乡的这部银幕新作，马丽表示，我们第20条是最不怕见观众的，只要观众走进电影院看了，肯定就会爱上这个电影。谈及片中自己所饰演的角色李茂娟，马丽表示，这是为集齐了所有东北女性优良品质的角色，幽默、坚强、勇敢、善良。影片中的李茂娟不仅热心照顾丈夫韩明，雷佳音是工作中涉案者的家属，还要解决儿子韩雨辰、刘耀文是因在校园霸凌中见义勇为而卷入的纷争。对此，马丽直言，我在拍摄的时候也在无数次问自己，如果我是李茂娟会怎么样？答案是我可能也会这样做，还我孩子一个公道。这是作为母亲的本能。马丽还现场透露，自己在孩子1岁时就让他开始学跆拳道了。我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是绝对不能主动出手打人，但别人打你的时候，你不能受欺负。对于李茂娟这一人物，马丽表示，她不只是一个活跃气氛的搞笑担当，更是一位伟大的女性。而对待自己的演艺事业，马丽也更是如此。我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宝藏演员，很多人可能只看到了我喜剧的一面，但其实喜剧正剧咱都能诠释。作为演员，我很愿意去塑造不同类型的角色，挑战更有层次、更复杂的人物。第20条中的李茂娟也是其中之一。2. 赵丽颖挑战听障人士传递内心情感。高叶爱上吕玲玲为正义的那份轴。廊坊是电影《第20条》的拍摄取景的，更是赵丽颖的家乡。此次路演，赵丽颖带着这部在家乡拍摄的作品回归，给父老乡亲交上这份珍贵的答卷。她直言又温馨又奇妙，
拍戏时的每个场景都会唤起儿时的记忆。相信家乡人看到这些生活中的熟悉场景出现在电影荧幕中，一定也会倍感奇妙。此次在片中所饰演的角色郝秀萍是一位听障人士。赵丽颖坦言，除了手语学习外，更重要是把握人物内心的情绪，如何在不通过台词的情况下，将郝秀萍内心的痛苦、无奈和坚韧表达出来，这是最关乎角色灵魂的。赵丽颖表示，郝秀萍在片中的命运是令人同情的，但因碰到了韩明、李茂娟、吕玲玲这样一群人，让自己感受到了人间仍有温暖，仍有爱。她同时也是幸运的。常州生、常州养的高叶此次回到常州老家见老乡，交上电影作品给老家人检阅，倍感紧张。在电影《山楂树之恋》后，时隔14年再度与张艺谋导演合作，高叶此次饰演的角色吕玲玲，跟她这个常州女孩在骨子里也有相似的一面，为了正义，有点轴，有点虎，有点愣，用常州话讲就是犟。而高叶也坦言，角色身上的这种理想主义正是吸引自己的地方。高叶回忆，影片中后部自己所饰演的吕玲玲和雷佳音饰演的韩明在因案件争执而拍桌子的那场戏中，我演着演着，突然间就有了一种使命感、责任感。片中那句"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就不由得脱口而出。这句台词出自高叶体验生活时所接触的一名真正女检察官之口。高叶回忆，作为女检察官，她们既有作为法治工作者的权威性，更因内心天然的悲悯而具备一种独特的感受力。这份独特的感受力也体现在影片中3位角色李茂娟、马丽氏、郝秀萍、赵丽颖氏、吕玲玲、高叶氏的女性互助上。谈及子，高叶感叹，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默默坚守、互相搀扶的这份善良，才汇聚成了点点星光，照亮整个夜空。3. 刘耀文以银幕完成18岁成人礼。王骁自我喊话：田简，你可尝点心？重庆伢子刘耀文此次带着演员的身份回家乡路演，对这个18岁的男孩来说，无疑是一份最具分量的成人礼。除了在现实中重庆的家，刘耀文在电影《第20条》中也和爸爸韩明、雷佳音氏、妈妈李茂娟、马丽氏组成了一个温馨幸福的小家，更收获了观众们 JQK 一家的爱称。谈及片中的一家3口，刘耀文笑称，爸爸是大耳朵，妈妈是一个非常爱我也非常爱这个家的人，家中是勇敢善良的女王 Queen。 被问及首次跑路演的心情，刘耀文直言压力很大，但也表示之前录采访的时候从雷爸丽妈身上学到了很多，除了讨教路演的经验，和2位东北籍演员组成 JQK 一家人的刘耀文也在组内成功变成了半个东北人。现场不仅和雷佳音还隔空互赞，还现场用东北话再现雷佳音片中台词咱家的王子，路演现场欢笑声不断。南京映后现场，王骁携电影《第20条》一同回家乡拜年。此次他在影片中所饰演的角色田简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检察官，一切照章办事。正因高叶所饰演的吕玲玲对他产生了触动，才让这个人物回想起自己最初年轻时是怎样看待检察官这份为苍生请命的职业。谈及这次和雷佳音、高叶等老朋友的再度合作，王骁表示，演员之间的默契度有时候很有趣，就像是小时候玩游戏，比起游戏也更像是个比赛，大家比赛，看谁能演得更有层次。王骁现场还回应了观众们对于韩明手机铃声的提问，现场揭秘鸡鸣叫醒了沉睡的人，而那些醒了的人在唤醒沉睡法条的路上一直在前进，唤醒了更多的人。片中吕玲玲、高叶氏、韩明、雷佳音氏凭借一腔的正义热血，不仅唤醒了田简、王骁氏这个老职场人沉睡的职业初心，更唤醒了片中很多角色内心深处沉睡的善良。